家人们，今天是我小喜的日子，知道为什么是小喜吗？因为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当然是因为……他外面有人了。这位是我的未婚夫孟月川，这位是我资助了10年的小女孩，而这里是我们的订婚宴。他居然牵着别的女孩进来了，但重点还不是这个，重点是祝人熙这个我资助了10年的小女孩，在我的订婚宴上穿着我设计的礼服，挽着我的未婚夫出场。这是什么新型的感恩方式？姐姐，对不起，月川哥说他真正爱的人是我。林初，你太强势了，只有在人熙身边，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我真的笑了，一个靠我拿学费刷副卡，一个靠我铺路给资源装深情，现在穿着我设计的衣服站在我花钱办的订婚宴上跟我演真爱戏码，那我还能说啥？那我就成全你们，天长地久，全场死寂，取消订婚，停卡，撤资。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你们还能不能演下去。林初，你闹够了没有？动不动就拿钱压人，你除了钱还有什么？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麦克风，狠狠砸在地上，刺耳的电流声在7星级酒店的大厅里回荡。祝人熙像只受惊的兔子，紧紧缩在孟月川背后。月川哥，都是我不好。他咬着下唇，眼泪恰到好处的滑落。姐姐的钱我还给她就是了。我虽然穷，但我有骨气，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受委屈。我看着他身上那件价值7位数的定制礼服。拜托，那是我熬了3个大夜亲手画的图纸，每一寸刺绣都是我找苏绣老匠人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哎，我冷笑出声，有骨气。祝人熙，你穿的是我的礼服，刷的是我的副卡，挽的是我的未婚夫，你的骨气具体体现在你头像。孟月川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林初，你说话放干净点，人熙是清白的，我们之间发乎情止乎礼。是你太强势，太咄咄逼人，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他指着我，理直气壮。在你的公司里，我是个呼之即来的下属；在你家里，我是个没有尊严的附属品。只有人熙懂我，他会崇拜我，会心疼我加班辛苦，而你只会问我 KPI 完成了没有。我静静听完，如果我没记错，上个月所谓的加班是把项目报表丢给下属，自己去陪朱人熙过生日。那天他回来的很晚，我还让厨房给他留了汤，想起来有点浪费排骨。孟月川的母亲，我的准婆婆王翠兰从主桌上冲了下来，她一把推开我，护住孟月川和祝人熙。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你让我……当时那根手指距离我的眼睛只有0.01公分，但是在他戳到1前，我会……他手指快戳到我的眼睛了！我们孟家清清白白，月川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你不过就是有几个臭钱，真把自己当武则天了。我后退一步，避开他的口水。既然沈家这么有骨气，那这福气我不要了。我转头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酒店经理。李经理，今天的宴会取消，所有的账单麻烦交给这位有骨气的孟先生结清。孟月川脸色一僵，这场订婚宴包下了本市最顶级的宴会厅，光是从法国空运来的白玫瑰和罗曼尼康帝花销就过了300万，他卡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林初，你别太过分。这就过分了。我转身向前一步。孟月川，你开的车住的房哪个不是我名下的？既然找到了真爱，就带着真爱净身离开吧。祝人熙拉了拉孟月川的袖子，声音怯生生的：姐姐，你别逼月川哥了，大不了我去打工还你钱。你大学4年的学费、生活费、出国交换保证金，加上你平时背的包，超过500万。你打工去哪儿打？去天桥底下贴膜吗？祝人熙脸色煞白，摇摇欲坠。孟月川一把将他搂进怀里，怒视着我：林初，你简直是个冷血动物。人熙还是个学生，你怎么要用钱来衡量他的价值？钱买不到爱情，也买不到真心。我看着眼前这2人，只觉得这10年的青春喂了狗。我点头，你说的对，所以我把钱撤回来，只把爱情留给你们。孟月川一时没接上话，我转身向门外走去。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你们还能不能演下去？以后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再看你一眼。让我跪下来求他，难度大概比让他独立完成一份项目方案还高。我顿住，对着孟月川微笑一下。搞笑？我是主哎，搞清楚好不啦？孟月川得意一瞬，下一秒就被我打断。保安，把无关人员请出去。林总，网上的舆论完全失控了，您快看看热搜吧。我刚走进公司大门，助理小陈就急匆匆拿着平板跑过来。热搜第1，井号资本家原配逼死清纯女大学生井号。热搜第2，井号孟月川绝世好男人井号。绝世好男人。我将平板稍稍转向镜头，把那行热搜标题完整露出来。
平台对爵士2个字的审核比我想象中宽松。朱润熙发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小作文。小陈气愤地说：“文章里，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怀揣梦想、坚强不屈的贫困生，而您成了一个用金钱控制未婚夫、嫉妒年轻女孩的恶毒老女。他甚至说您资助他，只是为了满足居高临下的虚荣心。”孟月川，他也转发了。我接过平板，孟月川的转发语是：“感谢大家的关心，人心很脆弱。”底下的评论全是不堪入目的谩骂。这女总裁长得多丑啊！未婚夫宁愿要个穷学生也不要她。支持真爱，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查查这个林初的公司，肯定偷税漏税。我划了几下，以前孟月川写项目总结超过800字就说头疼，谈恋爱以后文字水平突飞猛进啊。公关部怎么说？公关部建议我们冷处理，现在网民情绪激动，越解释越黑。我手指敲击着桌面，去查一下这篇通稿是哪家水军公司发的。孟月川的账户被我冻结了，他哪来的钱买热搜？另外，把2周前发现的供应商报价异常继续往下查，催审计机构今天给初步结果。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孟月川穿着一身高定西装，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公司的高管，都是平时跟他称兄道弟的酒肉朋友。林初，网上的事情你都看到了。孟月川拉开我对面的椅子，翘起2郎腿。我看着他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差点气笑了。孟月川，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里是我的公司。孟月川嗤笑一声：“林初，你别忘了，流光系列的主打款马上就要发布，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跟，所有的供应商和渠道承都只认我。”他身体前倾，双手撑在办公桌上，压低声音：“没有我，你的发布会根本开不起来。”我眼神复杂，静静地看着他。你现在求我，还来得及。这10年来，我手把手教他做生意，把资源喂到他嘴里。我以为我在培养一个并肩作战的伴侣，没想到我养出了一只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白眼狼。我没有理会他，直接叫助理：“小陈，通知人事部，孟月圈因严重违反公司纪律，即刻开除。”孟月川愣住了，随即勃然大怒：“你敢开除我？你信不信我带着整个项目组走人？”跟在他身后的几个高管也纷纷附和：“林总，沈总可是公司的功臣啊，您不能为了私人感情影响公司利益。”是啊，林总，现在舆论对我们不利，要是沈总再走了，公司股价肯定大跌。我站起身，目光扫过这群吃里扒外的蛀虫。想走的，现在就可以去财务结账。但我提醒你们一句，竞业协议不是废纸，谁敢带着公司的机密出去，我保证让他把牢底坐穿。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孟月川死死盯着我。好，林初，你有种，你给我等着，我看你一个人怎么撑起这个烂摊子。他猛地转身，摔门而去。小陈担忧地看着我：“林总，流光系列的设计图图纸怎么了？”我微微皱眉。我刚才去设计部确认，主打款的最终版图纸被孟月川拷走了。我眼神一凛，小陈咽了口唾沫。祝仁熙刚刚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张设计草图，他说那是他从贫困山区带来的，是他献给这个世界的第一份礼物。图纸和我们的主打款一模一样。屏幕上，祝仁熙笑得干净无害。我盯着那张图，心里最后一点侥幸终于消失。封存所有项目资料，保全服务器日记，偷走公司的核心设计是犯罪。孟月川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里满是炫耀：“林初，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仁熙的才华。你一直看不起他，觉得他只能靠你施舍，现在他马上就会成为时尚界的新星。”我按下录音键，语气平静：“孟月川，你把公司的核心机密偷给一个外人。”什么偷？你别说的那么难听。那天他在你办公室看到了你的废稿，随手提了几个修改意见，才有了现在的完美版本。你作为学姐，霸占学妹的灵感这么多年，现在还给她，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我被他这种颠倒黑白的无耻逻辑震惊了。那张图纸是我熬了半个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朱仁熙连缝纫机都不会踩，他懂什么设计？林初，你就是嫉妒。孟月川不耐烦地打断我：“你嫉妒仁熙比你年轻，比你有天赋，比你更讨人喜欢。我已经帮仁熙注册了版权，下周他就会带着这件作品参加新锐设计师大赛。你最好别轻举妄动，否则网上的舆论能把你撕碎。”电话被挂断，我保存录音发给法务。我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打开电脑。祝仁熙的社交账号上，那张草图已经被疯狂转发，评论区把他捧成天才，也把我骂成抄袭者。天哪，这设计太有灵气了！那个恶毒女总裁根本配不上这种神仙作品。仁熙不仅人美心善，还这么有才华，孟月川真是捡到宝了。你这林初的公司抵制抄袭狗！
舆论的雪球越滚越大。接下来的几天，公司的合作方纷纷打来电话要求解约。林总，实在不好意思，现在的风向太差了，我们品牌不能冒这个风险。林总，尾款我们暂时不能结了，等事情查清楚再说吧。我疲惫地揉着太阳穴，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解约函。我连续开了10几个小时的会议，桌上的咖啡从热到冷，一口没喝。他们要的不只是我的名声，他们想用舆论拖垮公司，再拿我的作品给朱壬熙铺路，做梦。我驱车前往孟月川的公寓，那是我买给他的房子，密码还是我的生日。客厅里，祝仁熙正穿着我的睡衣，窝在沙发上吃车厘子。孟月川半跪在地上，耐心地帮他捏着小腿。看到我进来，两人都愣了一下。祝仁熙立刻缩回脚，像只受惊的小鹿般躲到孟月川身后。他眼眶瞬间红了，声音发颤：“姐姐，你怎么来了？你是来赶我们走的吗？”林初，你私闯民宅，懂不懂法律？我冷冷地看着他，私闯民宅。孟月川，这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该滚出去的是你的。我走到茶几前，拿起那份放在最显眼位置的版权注册证书，上面赫然写着祝仁熙的名字。把设计图还给我。不可能，林初，这件作品是仁熙的敲门砖，我绝不会让你毁了它。我盯着孟月川，你已经有那么多钱了，为什么还要跟一个刚毕业的小女孩抢？我怒极反笑，抢？那是我一笔一画熬出来的东西。你偷去送人，还问我为什么要抢？我扬起手想给他一巴掌，孟月川眼疾手快地抓住我的手腕，用力一推，我向后撞上展示柜，一声脆响，柜子上的旧8音盒掉落在地，摔得4分5裂。那是奶奶留给我的唯一遗物，我曾经把它放在桌上，一遍遍听那段走调的音乐。坏掉的东西可以慢慢修，做人不能急着认输。孟月川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理直气壮的嘴脸。一个破烂玩意儿而已，回头我赔你10个。现在立刻滚出我的家！我弯腰捡起地上的8音盒零件，心一点点冷了下去。既然有人想早点死，我就成全他。第二天，我刚踏进公司会议室，就看见张叔端坐在主位上，桌面那份股权转让协议摆得4平8稳，像是早就等着逼我低头。楚楚啊，听叔一句劝，算了吧。张叔是公司重要股东，也是父亲生前的好友。如今他把一份逼我交出公司控制权的协议推到我面前，我看着他递过来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只觉得浑身发冷。张叔，孟月川偷了公司的核心机密，还伙同外人造谣抹黑我。您现在让我给他股份？张叔叹了口气，端起茶杯吹了吹拂叶。楚楚啊，你就是太轴了。现在网上的舆论闹得这么大，公司的股价跌了快3个点了。月川说了，只要你肯让步，他立刻让那个小姑娘澄清误会，并且带着设计图回公司，大家和和气气的把发布会办了，有钱一起赚，不好吗？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他这是在敲诈。您宁愿相信一个白眼狼，也不相信我。张叔的脸色沉了下来。林初，我是为了公司好，你一个女人脾气那么硬，迟早要吃大亏的。岳川是个男人，男人在外面要面子，你只是在公司里对他呼来喝去，他心里能没怨气吗？这次的事情就当是给台阶下，你要是真把事情做绝了，董事会那边我可保不住你。该算什么？利益裹挟。我看着张叔那张虚伪的脸，突然明白，孟月川早就背着我，把这些老股东都收买妥当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谁对谁错，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不签了，我冷冷地问。张叔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那董事会只能启动弹劾程序，罢免你执行总裁的职务。楚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转身没有再看他一眼，径直走出了会议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回到办公室，小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林总，孟月川和祝仁熙发了联合声明，他们宣布明天上午10点将在凯悦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祝仁熙说他要在发布会上揭露您这些年对他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孟月川还说他会公布您在公司里独断专行、打压异己的证据。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他们这是要把我彻底钉在耻辱柱上，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用我给的钱，用我教的手段来对付我，真是好算计。林总，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报警？小陈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没有说话，办公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加密邮件，发件人是我半个月前雇佣的私家侦探。我点开邮件，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压缩包。文件解压完毕，我一张一张的翻看着，嘴角的冷笑越来越深。我关掉电脑，转身看向小陈。不用报警，联系 CA 集团法务，请他们派代表参加明天的发布会。CA 集团？小陈一怔。另外，确认明天到场的媒体名单。林总，你要干什么？小陈愣了一下。当然是亲自去给他们送一份大礼。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的说明会。凯悦酒店的宴会厅里，闪光灯亮如白昼。祝仁熙眼眶微红，孟月川寸步不离的守在他身边，俨然一副保护者的姿态。今天站在这里，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这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林初女士的阴影下，她用金钱买断了我的尊严，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
甚至在发现月川哥真正爱的人是我之后，他利用权势企图封杀我，抢走我辛辛苦苦画出来的设计图。台下一片哗然，记者的快门声响成一片。朱小姐，请问林初女士是如何精神控制您的？能具体说说吗？沈先生，您作为林初的未婚夫，为什么会选择站出来揭发她？孟月川接过麦克风，一脸沉痛。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女孩被毁掉。林初已经疯了，她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我今天站出，就是为了给人熙讨回一个公道，也是为了给公众一个真相。哦，是吗？宴会厅的大门被猛地推开，我大步走入会场，所有的镜头齐刷刷地对准了我。孟月川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把祝人熙挡在身后。林初，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我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到台前，一把夺过主持人手里的麦克风。孟先生说要给公众一个真相，正好我也带了一些真相过来。打了个响指，身后的助理小陈立刻将一个 U 盘插进了中控台。大屏幕上，祝人熙那张楚楚可怜的脸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高清照片和流水账单。我指着屏幕上的账单，声音传遍全场。祝任熙在申请国家贫困助学金，同时接受我的私人资助。大二，在 B 市百货消费45万，购买3个限量版包包。大三，一晚上没了120万。大四，也就是上个月，全款在市中心买下了一套价值800万的大平层。我转头看向台上脸色煞白的祝人熙。祝小姐，你所谓的被金钱买断尊严，就是拿着我的钱去做 VIP 吗？全场哗然，记者们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将话筒递向祝人熙。祝小姐，请问这些消费记录是真的吗？你一个贫困生哪里来的几百万买房买包？祝人熙浑身发抖，死死抓着孟月川的袖子。这不是真的，是他伪造的！月川哥，你帮帮我，是他诬陷我！孟月川硬着头皮挡在他前面。林初，你别太过分了，随便拿几张 P 过的图就想栽赃任熙，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P 的，我冷笑一声，屏幕上的画面再次滚动，这次是一份盖着公章的鉴定报告。经过司法鉴定，村委会的公章是萝卜章伪造的，这是祝任熙当年提交的贫困证明。我已经向警方报案，以诈骗罪起诉祝任熙。我逼近孟月川，你护在身后的这个可怜学妹，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吸血的诈骗犯。现在，你还要为了她向我讨回公道吗？林初，你疯了吗？你这是在毁了他！孟月川冲着我咆哮，我看着他这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只觉得荒谬。任熙只是个孩子，他经不住诱惑，犯了点错，怎么了？你就不能包容他一次吗？这不代表他可以伪造材料、隐瞒资产，更不代表他可以用我的资助反过来制造谣言。包容？他拿着我辛苦赚来的钱购买奢侈品，反过头来造谣网暴我，你让我包容他？孟月川，你别急着替他出头，你的账我还没跟你算。我转头看向小陈，大屏幕上的画面再次切换，这一次是一份密密麻麻的财务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孟月川担任公司项目总监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成立海外空壳公司，你将公司核心供应商的货款以虚高报价的形式转移为到你自占金额高达1500万。宴会厅里爆发出比刚才还要猛烈的惊呼声。月川，这是怎么回事？张叔指着大屏幕上的审计结果，手指控制不住的发抖。昨天他还让我拿出30%的股份给孟月川一个台阶，今天台阶塌了，他倒是比谁都急着撇清关系。孟月川的脸色瞬间灰败，他慌乱的摆着手，语无伦次的解释：张叔，您听我说，这些都是林初故意陷害我的，我没有挪用公司的钱，那些款项只是正常的业务往来。我示意小陈维持现场秩序。审计材料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出具。我看向张叔以及在场的其他股东，相关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将由司法机构。公司已经正式报案，并会配合后续调查。同时，此受到影响的员工、供应商和合作方，公司也会承担。早就怀疑我了。半个月前，供应商报价和资金审批接连出现异常，我给过你解释和纠正的时间。可你把那半个月用来偷我的设计，拿公司的钱买热搜，把我塑造成恶人。再将一笔笔资金转进了与祝任熙有关的账户。孟月川张了张嘴，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你说那些只是正常的业务相来，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其中多笔款项经过不同账户后，最终流向了与祝任熙有关联的境外账户？大屏幕上出现了经过脱敏处理的资金流向图，宴会厅里顿时响起一片压低的议论声。孟月川猛地转头看向祝任熙，任熙，那些钱你不是告诉我拿去投资了吗？为什么会进入你的境外账户？祝人熙脸色发白，下意识向后退了2步。我不知道，月川哥，我真的不知道，这些都是姐姐伪造的，她就是想拆散我们。伪造？我看着他，示意工作人员继续播放。大屏幕上出现了经第三方电子数据保全的聊天记录摘录，所有账号无关内容和私人信息都已遮挡，只留下与资金转移、设计资料和后续安排有关的关键部分。转移剩余资产的计划也写得明明白白。孟月川盯着屏幕，呼吸越来越急。祝人熙拼命摇头。这些钱你到底拿去做了什么？不是这样的，月川哥，你别相信他，这些事明明都是你安排的。够了！张叔扶着桌沿站起身，脸色铁青。孟月川，公司把权限交给你是因为信任你。不是让你拿来满足私人欲望，更不是让你拿公司的钱替别人买热搜、转移资金。他看向其他股东，声音沉了下去。如果这些审计材料属实，我支持立刻解除孟月川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并将全部证据移交司法机关。先暂停他的全部权限，法务部门立刻配合调查。公司的损失必须追回。宴会厅内快门声此起彼伏，记者的追问接连响起。孟
先生，您是否承认曾将公司资金转入与朱仁熙有关的账户？朱小姐，您是否知晓这些资金的根据？是否从共同商议转移公司资产？孟月川却像什么都听不见，只死死盯着朱仁熙，那双眼睛此刻只剩下怀疑与惊慌。一直都在骗我。朱仁熙的嘴唇微微发抖。月川哥，你听我解释。我看着他们互相质问，语气平静。你口口声声说他懂你，崇拜你，可他崇拜的从来不是你。是你从公司拿走的资源，也是你从我这里窃取的一切。孟月川身体晃了一下，像是终于意识到自己费尽心思维持的体面已经彻底崩塌。我没有再给他开口的机会。孟月川，公司已经解除你的全部职务和系统权限。我看着他灰败的脸，最后说道：“你依靠别人获得的一切到这里为止。接下来你需要面对的不是我，而是审计结果、证据材料以及司法机关的调查。就算那些钱是我借你的，但这设计图绝对是我的原创。”朱仁熙死鸭子嘴硬，在被保安赶出会场的前一秒，朱仁熙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叫。他死死抓着旁边展示架上的那件流光系列主打款礼服，指甲都快嵌进布料里了。林初，你可以污蔑我的人格，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艺术。他转头看向那些还在拍摄的记者，眼泪夺眶而出。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相信我，这件衣服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我在无数个深夜里熬出来的。林初他就是想抢走我唯一的东西，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强盗。我看着他这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模样，忍不住鼓起了掌。偷来的答案最怕遇到附加题。朱小姐，你的演技真是不错，可惜脑子不太好使。我走到那件礼服前，示意摄像师将镜头拉近。既然你坚持自己是原创，那你知不知道这件礼服的裙摆内侧藏着什么？朱仁熙愣住了，眼神闪烁。裙摆就是普通的刺绣，还能有什么？我戴上白手套，轻轻翻开礼服最底层的纱裙，在极其隐蔽的接缝处，有一排用银色丝线绣成的微小图案。如果不仔细看，只会以为那是普通的装饰花纹。麻烦镜头放大，大屏幕上那排微小的图案被放大了10倍。全场倒吸一口凉气，那根本不是什么花纹，而是由极其复杂的摩斯密码组成的4个拼音缩写 LCFG。林初 fake。我淡淡的翻译出这4个字，朱仁熙的脸色瞬间变得比纸还白，他踉跄着后退，差点摔倒在台上。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转过身看向门口的方向。朱小姐，你既然抄袭了我的废稿，难道就没有发现这件衣服的肩部剪裁和法国奢侈品牌去年的高定款极其相似吗？这是我2年前废弃的实验稿，隐藏标记用于内部归档，未对外公开。不仅如此，这份废稿被放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朝宴会厅入口看了一眼，大门再次被推开。CAA 集团大中华区法务负责人带着2名代理律师走进会场。几人穿过安静下来的人群，径直来到朱仁熙和孟月川面前。为首的法务负责人取出一份文件，递到朱仁熙面前。朱仁熙女士，我是 CA 集团大中华区法务负责人。您以个人名义登记并公开发布的服装设计，与我司已经取得授权的外观设计高度近似。贵方目前以该设计进行公开宣传、商业展示，并计划投入后续生产的行为，已经涉嫌侵犯我司的知识产权。朱仁熙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他低头看着文件上的印章和设计对比图，手指止不住的发抖。法务负责人继续说道：我司已经正式启动维权程序，将向有管期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司将依法要求停止侵权、公开澄清，并赔偿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初步索赔金额为5000万元。最终金额将根据侵权范围、商业黄历以及专业评估结果确定。5000万。朱仁熙喃喃地重复着这个数字，身体晃了一下，只能勉强扶住身旁的椅背。以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可能承担如此巨额的赔偿。朱仁熙眼泪涌出来。姐姐，我只是一时糊涂，我从小太穷了，看到那些东西才控制不住自己。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他终于不再否认，却试图把欺骗解释成可怜。我看了他几秒。你接受过的正常姿势我不会追回，但通过伪造材料取得的款项以及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将由司法机关处理。孟月川也彻底愣住了，他惊疑不定地看着那份律师函，连退了2步。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登记手续也是他自己办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份图纸存在侵权问题。他语无伦次地向律师解释：你们要追究责任就去找他。我没有参与设计，更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法务负责人神色平静地看向他。孟先生，贵公司参与了该设计的公开发布、商业推广以及后续项目筹备。您是否知情、是否参与取得设计资料，以及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都会在后续调查和诉讼中依法认定。这不是您在现场否认几句就能决定的。孟月川的脸色骤然一白，朱仁熙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个不久前还信誓旦旦说要保护他的男人。月川哥，他慌乱地抓住他的衣袖，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你说过会帮我的，这场发布会是你替我安排的，设计也是你亲口说没有问题的，你现在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孟月川立刻甩开他的手，像是生怕再与他扯上半点关系。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份设计一定没有问题？是你告诉我，这是你独立完成的作品，你骗了林初的资助款，又拿着来历不明的设计参加发布会，现在还想把我也拖下水？孟月川，
祝仁熙的声音骤然拔高。设计资料明明是你从林初的公司带出来的，发布会也是你利用公司资源替我筹备的。你当初说的那么好听，现在事情败露，就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宴会厅里一片哗然，刚才还站在同一边共同指责我的两个人，转眼便开始互相推卸责任。所谓的深情，在真正的利益和代价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10年的感情，10年的资质，最后只换来眼前这一幕。我原以为自己会觉得痛快，可真正看着他们私下伪装时，我心里反而异常平静。我曾经以为他们至少是真心爱着彼此，现在看来，他们爱的从来都不是对方。他们爱的只是对方能为自己带来的利益、体面和欲望。我发现问题后，已经终止了项目。那份设计在结构上与 CA 集团3年前取得授权的外观设计存在明显冲突，并在原始文件中明确标注不得公开、不得生产，也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可你不仅拿走了这份废稿，还擅自删除了风险标注，把它包装成自己的原创设计。祝仁熙扶着椅背，嘴唇颤抖，却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律师函，祝小姐，这一次需要你解释的已经不只是抄袭，接下来准备应帅吧。月川哥，你帮帮我不能坐牢，更不能背上几千万的债务啊！深夜的街头，冷风刺骨，酒店保安要求两人立即离开。孟月川猛地甩开他的手，祝仁熙没有站稳，踉跄着跌坐在路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还敢让我帮你？孟月川双眼通红，胸口剧烈起伏，像一个刚刚输掉所有筹码的赌徒。那1500的挪用款已经被查出来了，我名下的账户被冻结，连出境都受到了限制。他一步步逼近祝仁熙，压低声音质问：“你不是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大平层吗？把房子卖了，先把钱退回去。只要尽快退赃，赔偿损失，再争取林初出具谅解意见，也许还有从轻处理的机会。”祝仁熙浑身一僵，低下头，不敢看他。孟月川的声音骤然拔高：“卖不了。”为什么卖不了？祝仁熙双手紧紧攥住裙摆，肩膀止不住的发抖。因为那套房子早就被我抵押了，我之前欠下了一大笔债。孟月川整个人僵在原地，寒风吹过，他却像是完全感觉不到冷，只死死盯着眼前这个女孩。所以，你不仅骗了林初，也一直在骗我。祝仁熙抬起满是泪痕的脸，慌乱的摇头：“我没有办法。我为了你失去公司，失去林初，现在连自由都可能保不住。可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跟我说过。”孟月川，你有什么资格把责任全推给我？祝仁熙猛地站起来，情绪也彻底失控。公司账户是你主动交给我的，设计资料也是你替我拿出来的。你挪用公司资金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后果吗？孟月川忽然冷笑了一声：“你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为了钱，对不对？你一边依靠林初得到今天的一切，一边又想在我面前装成无所不能的人。事情败露以后，你就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没有林初，你根本什么都做不到。”这句话像是彻底刺中了孟月川，他猛地上前一步，祝仁熙下意识将他推开。孟月川没有防备，撞在路边的护栏上，他恼羞成怒，再次冲向祝仁熙，两人激烈推搡起来。酒店保安迅速冲上前，将两人强行分开。孟月川的衣襟已经被扯开，祝仁熙的裙摆沾满灰尘，头发彻底散乱，脸上再也找不到发布会时的柔弱与从容。争吵声吸引了附近的行人，有人远远停下脚步，有人拿出手机记录现场，也有人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天深夜，一段街头视频登上热搜。小陈把视频发给我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调查材料。画面中，祝仁熙和孟月川刚离开酒店，便在路边争吵起来，两人从互相指责升级成拉扯，最后被赶来的警察制止。视频下方，网友争相嘲讽那场曾经轰轰烈烈的真爱。我关到视频。那边怎么说？后续会结合我们提交的材料调查。您不看完吗？小陈顿了顿，没必要。看他们狼狈，不会让八音盒恢复原样，也不会让公司的损失自动消失。他们把您骂成那样，您还替他们控制舆论？小陈有些意外，不是替他们，我合上文件。公司只做该做的事，而且网络暴力不会因为对象是坏人就突然变成正确。小陈点点头，把一个修好的八音盒放到我桌上。修复师说只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拧动发条，熟悉的旋律缓慢响起，中间偶尔停顿，音准也不像从前。它没有完全恢复，但还能响。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我看了很久，最后把盒子重新合上。奶奶说的没错，坏掉的东西可以慢慢修，但不是所有东西都值得修。3个月后，市人民法院听着公诉人宣读起诉书，逐项出示两人侵占公司财产、骗取资助款以及窃取商业设计资料的证据。被告席上，孟月川和祝仁熙穿着统一的看守所服装，神情憔悴。祝仁熙再也没有了当初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在看守所的这3个月里，他曾试图以精神异常为由逃避审判，可经过专业司法鉴定，他被确认具有正常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此刻，他无力地靠在椅背上，眼神涣散，脸上再也看不见半分往日的柔弱与精致。孟月川却依旧没有多少悔意。当法官询问他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异议时，他猛地站了起来。法官大人，我是被他欺骗的，是这个女人教唆我转移公司财产，也是她一直怂恿我拿公司的钱替她填补债务。我承认自己一时糊涂，但真正策划这一切的人是她，那些钱也大部分都被她挥霍掉了。指向祝仁熙，祝仁熙猛地抬起头。孟月川，你凭什么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当初明明是你主动把公司的账本和权限交给我，也是你亲口说等拿到钱就带我远走高飞。现在事情败露，你就想把自己摘干净，做梦！
情绪瞬间失控。这里不需要我的评价了，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替彼此完成最后的证词。两人当庭互相推诿，不断接触对方做过的事情，曾经信誓旦旦的感情，在真正的责任面前不堪一击。法官重重敲下法锤。肃静，被告人不得扰乱法庭秩序，有关事实将根据证据依法认定。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布择期宣判。我走出法庭。刚到法院大门外，一道人影突然从台阶旁冲了出来，是王翠兰。她头发花白，再也没有了订婚宴上指着我鼻子斥责时的嚣张气焰。李楚，千错万错都是叶川的错，求求你放过他吧！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他可是你曾经的未婚夫啊，你真的忍心看着他在牢里度过那么多年吗？只要你愿意出具谅解书，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我垂眼看着这个曾经对我颐指气使的准婆婆。您不是说孟月川愿意娶我是我的福气吗？我看着她逐渐绝望的眼睛，语气平静。可惜我福薄，受不起你们孟家的这份福气。至于谅解书，您不必再想。现在我只要他们依法承担责任。说完，我没有再理会他，直接从他身旁走了过去。我走到车前，保镖替我拉开了车门。汽车驶离法院，把他的枯骨声彻底甩在身后。我没有回头，心软可以有，但底线不能再丢。半年后，我的新公司顶层办公室，助理小陈一边整理下午发布会需要的资料，一边向我汇报案件的最终结果。孟月川因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相关违法所得和名下资产已经依法进入追缴与执行程序。他将一份判决材料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朱任熙因诈骗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此前以孟月川的名义借下的债务也已经进入依法追偿程序。小陈停顿片刻，又补充道：王翠兰为了处理孟月川留下的债务，已经变卖了房产。现在孟家原有的资产几乎全部被处置，他的生活也十分拮据，再没有人愿意替他们收拾残局。我端起咖啡杯，轻轻抿了一口。桌上的判决书没有让我感到兴奋，也没有让我生出多少报复成功后的快意。这10年来，我习惯了做那个强势的掌控者。我以为只要我付出足够的金钱和资源，就能换来忠诚和爱情。但我忘了，财帛动人心，生米恩斗米仇。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被珍惜，反而会滋生出贪婪和怨恨。我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繁华的城市。流光系列发布后，不仅没有因为之前的风波受到影响，反而因为那场精彩的反转，赚足了噱头和流量。爱尔兰婚礼前1周，闺蜜突然打电话问我：依依，婚礼地点在爱尔兰还是冰岛？我一愣，爱尔兰啊，我赢了！我就知道依依肯定没发现婚礼地点换成了冰岛，别忘了我的奖励哦。楚怀安轻笑一声，接过了电话。乔依依，你可真行，1周后就要结婚了，你还不知道婚礼地点换了，快把机票改签，不然这婚你还结不结？电话很快被挂断，我站在原地，只觉得手脚发寒。上个月，他们赌我多久能发现婚纱换成了江莹莹最喜欢的复古宫廷风格。半年前，他们赌我会不会发现楚家传给儿媳妇的翡翠手镯戴在了江莹莹手上。如今，连婚礼地点也能拿来打赌。我拿起手机，没有改签机票，而是回复了一条深白的短信：1周后爱尔兰婚礼约吗？这次就换我赌，他们多久能发现新郎换人了？退出短信，婚礼策划师发来一张照片，是婚礼现场的迎宾照。江莹莹穿着一袭华丽的复古宫廷婚纱，与楚怀安相视而笑，而我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私服，帮她整理着裙摆，像个女佣。电话响起，策划师的声音带着几分歉疚：乔小姐，对不起，地点的事儿是楚总不让我告诉你的。刚刚他又让把你们的双人迎宾照换成了这张，说是和江小姐打赌你多久能发现，但这个实在太过分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楚总和江小姐的婚礼。您还是和楚总商量一下，尽快换回来吧。我盯着屏幕上两人十指相扣的双手，轻声道：不用换了，就用这张。婚礼的事都听楚怀安的安排。啊，这好吧。策划师的语气有些迟疑，却还是没有多说什么。挂断电话，找出了爱尔兰婚礼的出版策划书，上面细细密密写满了备注，从教堂的选择到手捧花的种类，全是我一点点确认的。1个月前，我最后一次确认方案，楚怀安还笑话我。怎么，怕我又和莹莹打赌？放心，婚礼是大事，我可舍不得让你受委屈。那时我心里一暖，加上手头的项目忙着收尾，果真没再过问，却没想到我受的委屈全是他给的。我提笔将策划书上的新郎的名字一笔划掉，换成另外一个。刚写好，门突然被推开。在做什么？楚怀安从身后揽着我，头抵在我的肩窝，像只撒娇的大狗。我扬了扬婚礼策划书，顺势从他的怀抱挣脱开。新郎名字错了，改一下。新郎名字还能有错？他愣了一瞬，正要接过策划书查看，下一秒手机震动起来，伸过来的手自然地转了个弯。他拿起茶几上的手机，是江莹莹发来的语音：愿赌服输，你可别耍赖。楚怀安失笑，回了个好。再看我时，一个卡地亚 Love 手镯递了过来。喜欢吗？我垂眸看着他，有些发愣。这个手镯在我购物车放了快1年，每次想买都舍不得，却没想到他竟然注意到了。谢谢。我抿了抿唇，轻轻道了声谢，可心里的暖意还没升起，我左手无名指却输得一空。喜欢的话，这枚钻戒先借我用用。
见我愣住，他笑着吻了下我的手背。婚礼地点的事儿，莹莹不是赢了吗？奖品就是这枚钻戒。他顿了顿，放心，就借给他玩玩，婚礼当天肯定还给你。客厅的灯光打在楚怀安脸上，恍惚间与4年前那张面容慢慢重合。他指着戒指那颗刻的字对我傻笑。Love of my life，依依，它不仅是一枚戒指，还代表着我对你深沉的爱。可原来他的爱还能这般轻易地借出去。我轻轻笑了笑，不用还了，戒指不用，人也是。楚怀安眉头皱了起来，静静看着我，似是想说什么。下一秒，玄关处传来开门声：“依依，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抹茶蛋糕哦。”江莹莹光着脚，轻车熟路地走了进来，她俏皮地冲我眨眨眼，又捶了下楚怀安：“你拖鞋给我。”楚怀安无奈地替她穿上鞋。你说你什么毛病？家里又不是没有拖鞋，干嘛非要穿我的？嘴里虽是抱怨，可帮她穿鞋的动作却分外熟帅。我静静看着，没有说话。楚怀安有洁癖，哪怕是我也不能穿他的拖鞋，可江莹莹却从来都是例外。我曾不满地问过他，他却说他们青梅竹马长大，一直都是这样。可其实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和楚怀安刚在一起时，江莹莹作为我最好的闺蜜，笑得比我还开心。她耳提面命要楚怀安对其他女生保持距离，包括她自己。3人一起吃饭，楚怀安出于礼貌给她夹菜，她都会把菜挑出来。只是后来江莹莹家破产了，楚怀安安排她到自家公司上班，2人的相处不知不觉就变了味道。依依，我戴着这钻戒，你不会介意吧？耳边的试探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眸望去，正好捕捉到江莹莹眼中藏得极深的一抹得意。我勾了勾唇，一枚戒指而已，有什么好介意的？我们是最好的闺蜜，你要男人，我也能让给你。江莹莹被我一刺，脸上露出心虚，又迅速红了眼眶。见状，楚怀安连忙将她护在身后，声音冷得像冰。乔依依，你太过分了，道歉！我不过说了一句实话，便让我道歉。而他们拿我的底线堵了那么多次，却从没有人跟我说过一声对不起。我没理，径直拖出行李箱收拾行李。楚怀安愣在原地，眉头紧紧皱起。你什么意思啊？我没回头，意思就是婚礼送你们了，咱俩分手。楚怀安呼吸一滞，紧盯着我，刚要说些什么，江莹莹走了过来。依依，你别总是用分手这招拿捏怀安，戒指我还你还不成吗？不用。楚怀安按住他的手，眼底的慌张眨眼间消退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唇角那抹刺眼的笃定。乔依依，你都30岁了，还来这套，幼不幼稚？再说，你不想你妈参加婚礼吗？像一拳打进棉花里，连愤怒都显得无力。我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她身体不好，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我结婚。楚怀安知道这事后，跪在我妈病床前承诺：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依依一场盛世婚礼。承诺恍如昨日，可许诺的人早已不是昨日的那个人。见我沉默，楚怀安眼中的笃定深了几分，他上前一步，抚了抚我的头发。乖，别闹了，婚礼地点最终也告诉你，又不耽误你买票。今晚还有单身派对，我们先过去。说完，他牵着眼眶泛红的江莹莹走了出去。砰的一声，门被重重关上，玄关柜上的蛋糕应声落地，摔得稀巴烂，像极了我们3人早已支离破碎的感情。我闭了闭眼，拖着行李箱也跟着出了门。刚坐上出租车，手机突然弹出消息，江莹莹发来一个视频，包厢里一群人围坐着玩抽签问答游戏，轮到江莹莹时，她抽中了一张惩罚卡，给指定同伴递一杯果汁。她端着果汁走向楚怀安，脸上带着几分得意。楚怀安笑了笑，顺手接过杯子，全场立刻响起起哄声。还得是莹莹啊，楚哥对她可真纵容，换别人哪有这待遇？这是楚怀安的发小，上周一起吃饭，还一口一个嫂子喊得亲热。那是，我哥和莹莹姐是我心目中的一男正 CP， 他俩才是天生一对。这是楚怀安的堂妹，她被渣男劈腿时，是我放下工作陪她杀到渣男公司教她做人。那时候她抱着我直哭，说这辈子只认我一个嫂子。说真的，楚哥，依依和你的成长环境差得太多，你真打算跟她结婚？全场安静下来，都望向了楚怀安。我也是。他慵懒地转着手里的纸杯，慢慢开口：结婚嘛，和谁都一样。视频到这儿戛然而止，他的这句话却在我的耳边挥之不去。我和楚怀安是相识于一场编程大赛，我赢了他，拿下第1名。从此，他对我展开疯狂追求。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楚怀安这种天之骄子会喜欢出身普通的我。直到有一次，我在校外遇到麻烦，楚怀安为了保护我受了伤，在医院休养了一阵。我神色复杂地问他：“值得吗？谈恋爱而已，和谁不一样？”他却笑着说：“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过一辈子，换成任何人都不行。”承诺很重，我记了10年。可10年后，他说和谁结婚都一样。我平静地将视频保存，下一秒，江莹莹拙劣的试探弹了出来：“依依，刚才的消息发错了，你没看吧？”我攥了攥冰冷的指尖，打字：“你发了什么？”聊天框一直显示输入中，直到我下车才收到回复：“没什么，怀安喝醉了，今晚就不送他回家了，省得打扰你休息。”我看了很久，回了个随便，然后打开公司发来的外派爱尔兰确认函，点了同意。这份外派调令在半年前我就收到了。
外派3年回国就能晋升技术总监，但楚怀安不让我去。他抱着我的腰撒娇，说舍不得我去那么远，说他会养我一辈子。我虽然不需要他养我，却也感动他的心意。本来这次去爱尔兰办婚礼，也是想着顺便去那边的分公司看看，圆了遗憾。现在不用留遗憾了。第2天，我去疗养院看望妈妈，一路上都在斟酌怎么告诉她婚礼的事，却没想到江莹莹也在里面。她不知说了什么，妈妈脸色骤然发白，呼吸也急促起来。你别再为难我女儿。江莹莹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感情的事勉强不来，您何必为了她动气？妈妈身子一软，靠回病床。妈，你怎么样？我顾不得江莹莹，连忙上前扶住妈妈，按响呼怪铃。护士很快赶来，将妈妈送去做进一步检查。我急忙跟着往外走，却被江莹莹拉住。她脸色有些白，结结巴巴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阿姨劝劝你。话没说完，我刚抬起手想让她离开，赶来的楚怀安便挡在了我们之间。够了，你有气冲我撒，莹莹好心来看阿姨，你为什么欺负她？我猛地抽回手，压抑已久的情绪陡然崩溃。我欺负她？我红着眼，恶狠狠地指着江莹莹。我妈因为她的话身体不舒服，需要检查，你说我欺负她？楚怀安眸光一滞，眼中闪过犹疑，可下一秒，江莹莹拉住他的衣袖，哭得梨花带雨。姨，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你打我吧，只要你能消气，怎么打我都可以。我还来得及反驳，楚怀安的脸色已经沉了下去，他将江莹莹护在身后，语气冰冷，向莹莹道歉。又是这样，只要江莹莹一哭，我就要道歉。可这次我没有妥协。做梦！楚怀安怒极反笑，抬手按灭了手机屏幕。阿姨刚做完检查，需要安静，你别在这个时候闹情绪。我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已经冷寂的心竟还能感到疼。当初为了支付妈妈的医药费，我每天拼命加班，只为多赚一点假护费。楚怀安知道后，主动帮忙联系了条件更好的疗养院。我一直以为那是体贴，可现在他却只想着让我退让。无力感从心底漫上来，我忽然没了争辩的力气。我闭了闭眼，哑声道：“抱歉，但我没有错。”楚怀安露出满意的笑。你害得莹莹心情都不好了，我带她先去冰岛散个心，你自己在国内好好冷静冷静。1周后我们婚礼上见。我扯了扯唇角，没有告诉他，他的婚礼我不会再出席了。身后响起2人离开的脚步声，我没回头，紧紧盯着检查室的门，不断祈祷妈妈平安。好在经过检查和观察，妈妈的情况稳定下来，我松了一口气，越发仔细地照顾妈妈。这1周，楚怀安带着江莹莹玩遍了冰刀的各大景点，每天给我发消息，我一条也没回。直到飞往爱尔兰那天，我再次收到楚怀安的信息，他发来信息说：“依依，别生气了，明天的婚礼你会是最美的新娘。”我面无表情地拔掉电话卡，扶着妈妈上了飞机。婚礼当天，楚怀安带着伴郎赶到教堂时，里面空无一人。他皱着眉头，正要给我发消息，舞台上的大屏幕忽然亮了起来。爱尔兰标志性的大教堂里，我一袭白纱，缓缓走向新郎。视频的最后是一行鲜红的字：楚怀安，新郎换人，我们的游戏到此为止。楚怀安不可置信地盯着屏幕，全身血液瞬间凝固。乔依依在爱尔兰，她和别人结婚了。这个念头刚浮现，他身子猛地晃了2下，几乎要站不住。楚哥，嫂子她这怎么办啊？楚怀安的发小率先回过神来，头脑发懵地看向楚怀安，手里不自觉用力，并拉响了礼炮。砰的一声，5颜6色的彩带倾泻而下，在阳光下折射出5颜6色的光，浪漫至极。可所有人的脸上没有兴奋，有的只是尴尬。楚怀安的喉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疯了般拨打乔依依的电话，1遍、2遍、10遍，听筒里传来的始终只有那个冰冷而礼貌的机械女声。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不予接听。他又抖着手点开和他的对话框。乔依依，你疯了！你怎么敢跟别的男人结婚？满腔的怒火在看到那个红色机判号时戛然而止。拉黑，在他满心期待着与他步入婚姻殿堂的这一天，在他们10年恋爱长跑结束的这一天，他拉黑了他。在场的兄弟团面面相觑，众人你推我，我推你，将江莹莹推了上去。江莹莹穿着一袭比新娘婚纱还要华丽的伴娘服，脸上的喜悦几乎要压不下去。她和楚怀安青梅竹马长大，一开始对他确实没有男女之情，所以直到他喜欢乔依依后，他成了他的军师，帮他追到了他。可看见他们在一起后，2人出双入对，插不进第3个人，他心里却莫名有些难过。他隐约发现了自己对楚怀安的感情，而这份感情在他家破产，楚怀安成了他唯一的依靠时到达顶峰。他开始嫉妒乔依依，他开始不断地挑拨2人感情，他开始谋划着抢走楚怀安，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拿起放在一旁的新娘名牌，酝酿好情绪后开口：“怀安，你别急，依依估计还在赌气，不是真的和别人结婚，要不你也找个人假装结婚，骗他过来。”楚怀安心里一松，脸上的神色好看了几分。对，他肯定是闹脾气，他舍不得离开我。伴郎团也纷纷响应。就是，乔依依和楚哥背景不同，分开以后还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他竟然敢用分手逼你表态，
楚哥，你可不能就这样算了。是啊，我早就看乔依依不顺眼了。你看看她总是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一句比一句更难听的嘲弄声响起，江莹莹的嘴角不自觉翘了起来。可往日听惯了这些话的楚回安，却第一次觉得刺耳。够了！依依是我的妻子，我不希望再从你们嘴里听见贬低她的话。空气瞬间寂静下来，兄弟团驱着楚怀安的脸色纷纷噤声。发小看了眼教堂上的时钟，试探着开口：“那这婚礼还办吗？请柬都发出去了，宾客马上就要来了，要不让莹莹暂时顶上，也好逼嫂子回来。”江莹莹红着脸正要答应下来，楚怀安却冷脸拒绝：“不可能，我的妻子只能是乔依依。”话落，他喊来助理，沉声吩咐：“赶快准备一张飞往爱尔兰的机票，我要最快的那趟。”话音刚落，教堂外传来楚父楚母的怒吼：“这迎宾照是怎么回事？我儿子和依依的婚礼怎么放了江莹莹的照片？”婚礼策划去了演楚怀安，擦着汗解释：“这是楚总吩咐的，说是要和江小姐打赌，看新娘多久能发现迎宾照换了。”胡闹！楚怀安人呢？给我出来！婚姻大事，亲个儿戏！楚父气得吹胡子瞪眼，其他宾客也聚集在迎宾照前，指指点点。就是，这哪是结亲？我看是结仇还差不多。听说新娘家里没权没势，莫不是这个原因被人欺负？这也太过分了！要是我，死也不会再嫁过来。楚怀安匆匆赶了过去，看到照片，脸色一白。这张照片确实是他吩咐更换的。当时江莹莹非闹着跟他打赌，他觉得没多大关系，便同意了。现在再看，只觉得照片角落跟着帮江莹莹整理婚纱的乔依依委屈极了。他曾经答应过乔母，要给乔依依一场盛世婚礼，可这样的婚礼真的合格吗？他一次又一次用婚礼跟江莹莹打赌，真的不过分吗？他是不是累积够了失望，所以真的不要他了？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楚怀安感到一阵灭顶般的惶恐，他将这惶恐转化为怒火，朝着策划师怒吼出声：“把迎宾照换回来！”策划师无奈的更换，忍不住吐槽了：“现在换有什么用？新娘都跑了！新娘跑了！”楚母不可置信地盯着楚怀安：“楚怀安，你在搞什么名堂？依依呢？不会真跑了吧？”楚怀安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却说不出一句话。见他这样，楚母狠狠拍了他2下：“你个臭小子，你非要气死我啊！当初不让你和乔依依在一起，你非要说是真爱。在一起10年，我们也确实看到依依是个好姑娘，也接受了她。可你现在怎么就把人气跑了？”楚怀安站在原地，任由楚母打着，悔恨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让他发不出一丝声音。他忽然想起4年前求婚是他自己说要去爱尔兰结婚，他说：“爱尔兰不能离婚，我想用那里的法律告诉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选择。”那时候他全心全意爱着乔依依，记得她的生理期，记得她鸡蛋过敏，记得要给她一场最盛大婚礼。可他和乔依依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是江莹莹。楚怀安猛然想起，自从江莹莹家破产后，他便一直横在他们2人中间。他总是不经意地对乔依依表示羡慕，他总是提出一个又一个看似无伤大雅的赌约，他总是在自己和乔依依约会时打电话说需要自己。阿姨，您别打怀安了，不是他的错，是依太任性了。江莹莹冲了出来，将楚怀安护在身后，可这次楚怀安却没有领情，他紧紧盯着乔依依，突然出声：“你是故意的。”江莹莹愣了一瞬，很快又换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怀安，什么故意的？可楚怀安却没有错过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慌张。我真傻。楚怀安疯了般狂笑不止，踉跄着往门外走去，只留下一句：“江莹莹，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爱尔兰这边正值盛夏，阳光好的不像话，将教堂也露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圣台上，穿着白袍的牧师展开经书，面色慈爱。鹤鸣，你愿意承认接纳乔丽依为你的合法妻子，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终生养她、爱惜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吗？对面的男人穿着笔挺的新郎服，看向我的眼中满是笑意。我愿意。牧师微微一笑，又看向我。乔依依，你愿意承认接纳鹤鸣为你的合法丈夫吗？我回望他，也笑了。我愿意。台下，母亲坐在最前排，望着我喜极而泣。我和鹤鸣交换婚戒，许下了共度一生的承诺。放心，我会给你时间。鹤鸣拥抱着我，在我耳边轻轻说道。我心里一暖，回报了他。鹤鸣是我的邻家哥哥，是我少女时代的英雄。他教我努力读书，教我勇敢面对外界的声音，也教我学会爱自己、保护自己。只是高3那年，他全家移民爱尔兰。离开前，他向我表白，表示会一辈子等着我。那时候的我大脑一片空白，加上也无法接受异国恋，便拒绝了。后来跨节不好联系，我们的联系便渐渐中断。只是没想到他会通过我关注的爱尔兰婚礼博主号找到我，并再一次提起了年少时的承诺。而再次见面，他和少年时一样的温暖体贴。他没有问我经历过什么，只是默默地帮妈妈找好了疗养院，只是亲力亲为将婚礼布置成了我最喜欢的样子，只是告诉我他一直都在。这样细流水长的爱意
或许不如楚回安那般的轰轰烈烈，却让我觉得无比的安心。办完婚礼的第2天，我们一起去了民政局领证。在选择婚期登记期那一栏，我们选择了100年，而100年仅需支付0.5英镑。当拿到那张写满法官祝福的粉色纸条时，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是那种被人尊重、被人祝福，所以发自内心的笑意。可我的笑在走出民政局的下一秒戛然而止。民政局门口，楚怀安顶着一头乱糟糟的短发，下巴上甚至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他守在门口，似是在等什么人。不经意回头看见我的瞬间，他瞳孔猛地收缩，大步冲了过来。乔依依，你来真的！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贺明将他拦了下来。这位先生，请您离我太太远一点。楚怀安猛地僵住，不可置信地盯着贺明，脸色骤然阴沉下来。你太太，别逗了，我和乔伊相爱10年，你跟我说她是你太太，她只是跟我赌气，才跑来跟你结婚，请你别再介入我的事。贺明还是一副好涵养的模样，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可我却忍受不了他的无礼。我挡在贺明身前，看他的眼神无比厌恶。楚怀安，你是玩不起吗？他愣住，什么意思？我笑了笑，在你们告诉我婚礼地点换了的那天，我就决定要赌赌，你多久能发现新郎换人了？你赌输了，就该消失在我面前才对。楚怀安呼吸一滞，一脸受伤地看着我。你是在报复我？你怎么能这样做？我那些只是开玩笑啊！我看见我击秋的眼神，他渐渐说不下去了。他没说，我却替他说了出来。玩笑？你将楚家传给儿媳妇的翡翠手镯戴在了江莹莹手上是玩笑，将婚纱换成了江莹莹最喜欢的复古宫廷风格是玩笑，将我期待了4年的爱尔兰婚礼换成冰道也是玩笑。楚怀安，你扪心自问，你做这些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开玩笑？楚怀安的脸色白了下去，他嘴唇抖动着，几次才成功开口。可是这些都是江莹莹提出来的，我只是以为没关系，我以为你们是最好的闺蜜，你不会在意。我真的只是在开玩笑，我没有恶意，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楚怀安看着我，声音嘶哑，眼角含泪，似是真的很难过。若是从前，我一定会选择原谅他，会傻乎乎的继续忍下去。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可笑。他说了这么多，却只是将另一个女人拖下水。那请问，你做的这一切是江莹莹逼你做的？楚怀安，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该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了。说完，我拉着贺明就要离开。楚怀安脸上一慌，急忙追上来想拦住我。这一次，贺明抬手示意他保持距离，护着我往前走。楚先生是吗？你说你和依依相爱10年，这10年你就是这样对她的？刚刚衣上说的桩桩件件，哪一下不是践踏着她的尊严？这就是你所谓的没伤害她，你怎么还意思来寻求她的原谅？我真的看不起。一番话说完，楚怀安彻底僵在了遍地。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反驳，却发现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而我和贺明没有再看他一眼，坐车离开。车子扬尘而去，楚怀安猛地回神，不死惧地追了过来。依依，小依依，不是那样的，你听我解释。汽车与他的距离越来越大，很快他成了一个小黑点。晚上一起去看妈妈吧。手背的暖意换回了我的视线，我回头冲贺明温柔一笑。好，楚怀安没有离开爱尔兰。他通过工作信息得知我外派的消息后，多次试图联系我。他在我上班路上等过，也通过公司前台留下过早餐、鲜花和礼物，我一律没有收下，请前台原样退回。那些礼物里还有他曾送给江莹莹的同类物品，他仿佛回到了刚追我时的样子，热烈赤诚，毫无保留。可惜的是，我不再是10年前那个懵懂青涩的自己，再也不会被这些表面的爱意打动。和贺明在一起的日子，我明白了真正爱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不是热烈的情话，不是源源不绝的礼物，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1日3餐的烟火，是永远在你背后的支持。贺明知道楚怀安持续纠缠后，问过我要不要请公司和物业协助处理，我没答应，不是心软，而是不值得。为这样一段过去，不值得把自己耗进去。可我觉得不值得，自然也有人觉得值得。楚怀安来到这儿的1个月后，我接到了江莹莹的电话，1个月没有联系，她的声音疲惫了很多，可言语中的颐指气使却丝毫没变。乔依依，你把楚怀安还给我！接到电话时，我正在清理电脑里的文件，其中一张照片是我和江莹莹的合照，青涩的2个姑娘相互别着脸，似乎互相看不顺眼。这是我和江莹莹的初识，那时候的我们爱憎都直白的可爱。她讨厌我清高，我讨厌她一副大小姐脾气。可后来我被同学污蔑小偷，却是她挡在了我面前为我作证，我们也从那刻成了好朋友。可年少的感情往往经不起考验，不管是友情还是亲情。我点击右键删除，然后冷静开口。第一，我不欠你什么，不存在还不还。第二，我和楚怀安早没关系，反倒是他一直在打扰我的生活。第三，他的选择与我无关，你若能劝他停止纠缠，我反而会感谢你。电话那端似是还想说什么，我没听，径直挂断了电话。几天后，
楚怀安突然拿着一枚戒指出现在我面前，是那枚楚怀安设计了半年，亲自飞到法国求了设计师半个月才制作出来的钻戒。这枚戒指，我要回来了。他开口，声音尖涩，我有些讶然，却没有接话，他却自顾自说了起来。那天在疗养院的事，我也知道了。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江莹莹是这样的人。原来江莹莹给我打完电话后，真的飞到了爱尔兰，想要带楚怀安回去。可楚怀安不但没理他，反而执拗地拿回了他手指上的钻戒。江妍妍一气之下，自己说出了疗养院的事儿，彻底跟他做了了断，飞回了国。从前的事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不顾及了你的感受，拿你打赌。你看这枚戒指 ，Love of my life， 依依，我从始至终爱的都只有你。我看了眼戒指，阳光照耀下，钻石闪烁着耀眼的火彩，煞是好看。可再好看，也磨灭不了他曾经被借给另一个女人的事实。我抬起手，亮出左手无名指上的钻戒，比他手上的这枚更大更闪。我已经不需要了。至于你说的爱，我打开手机，播放了江莹莹曾经发给我的那段视频。随着视频的播放，她的脸色一点点白了下去。结婚嘛，和谁都一样。视频结束，楚怀安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如果这就是你说的爱，那我只会觉得恶心。见我要走，楚怀安快步挡在前面，抬手试图挽留，脸上又愧愧又鼻切。依依，你听我说，当时我们只是在玩游戏，他们的话我已经严肃警告过他们，不许再那样说你。我说的和谁都一样，我只是嘴硬，我改，我以后都改。求你给我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回头直视他的眼睛，那双好看的桃花眼里此时写满了深情，可迟来的深情比草芥，对我而言不是温暖，只是负担。楚怀安，没有机会，我们的结局早在你和江莹莹第一次拿我打赌就已经注定了。我只希望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他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眼中的光彻底暗淡下来。我拍了拍衣袖，继续往前走去。玻璃大门里，楚怀安站在原地，慢慢地蹲下身，双手痛苦地捂住了脸。这一刻，他真切地明白，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楚怀安终于没有再出现，那封托共同朋友转交的信也一直安静地躺在前台的抽屉里。我没有拆，不是因为还会难过，而是我已经不需要从他的解释里为过去找一个结论。爱尔兰分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比我想象中更棘手。系统上线前2天，核心模块突然出现了数据同步延迟。会议室里，几位同事围着屏幕反复核对日志，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负责人看向我，语气客气，却难掩迟疑。乔，这套系统你刚接手，要不先让总部再派一位资深工程师过来？我盯着屏幕，等总部的人过来，项目就赶不上交付了。给我4小时，我先把问题定位出来。那天我在电脑前坐了整整1夜，凌晨时，贺明带着热咖啡来接我。他没有问我进展，也没有劝我放弃，只把咖啡放在桌边，替我把被风吹开的窗关好。需要我做什么？我抬头看他，忽然笑了。等我下班。好。他坐在不远处的等候区，安静翻着书。4小时后，我找到了被忽略的接口配置错误，带着团队完成修复。上线提示弹出的那一刻，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欢呼。负责人走到我面前，郑重地向我伸出手。乔，你比我预想中更适合这里。我握住他的手，心里忽然变得很平静。从前我总以为自己被爱才算幸运，可原来靠自己把一件事做好，也能让我这样开心。下班后，贺明牵着我的手往家走，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笑着问我：乔总监，今晚想吃什么？我故意板起脸：贺先生，候选人阶段先别叫得这么早。好，那我等你自己走到那个位置。周末，我陪妈妈去疗养院附近的花园晒太阳。她的身体比刚来爱尔兰时好了许多，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阳光落在她发间。依依，你真的放下了吗？我知道她问的是谁。沉默片刻，我从手机里翻出那张旧合照，照片里的江莹莹挽着我的手，楚怀安站在不远处，对着镜头笑得意气风发。那时我们都以为彼此会陪伴很久，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完全放下。我轻声说，有时想起以前，还是会觉得可惜。妈妈握住我的手。可惜什么？我愣了愣，忽然明白过来，可惜的不是失去楚怀安，而是我曾经花了那么长时间等一个不肯尊重我的人学会珍惜。我将照片放进删除列表，按下确认。现在不觉得了。妈妈笑了，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下午回家时，贺明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看见我们，他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张邀请函。公司下个月有一个技术负责人遴选项目，你要不要试试？
我接过邀请函，心里微微一动。那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跨国项目，入选的人需要独立带队，也意味着未来晋升技术总监的可能。从前的我大概会先想，距离太远怎么办？婚礼后的生活怎么办？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太拼？可这一次，我只问自己，我想不想？答案很清楚，我想试试。贺明笑着点头。那就去试，家里有我，妈妈那边我们一起照顾。他没有说为了我留下，也没有说我替你安排，只是告诉我我可以放心往前走。那天晚上，我在书房整理了很久的资料，窗外细雨落在玻璃上，我却觉得前方从未这样明亮。遴选持续了3个月，我带着不同国家的同事一次次开会，改方案，做测试，处理突发问题，也有过撑不住的时候。一次汇报前，负责对接的合作方临时提出新的要求，团队里有人觉得来不及，提议直接沿用旧方案。我看着那份不够完善的方案，想起过去那个总是害怕麻烦别人，害怕失去关系的自己。最后，我合上电脑。我们不赶一个有缺口的结果，今晚重新拆分任务，明早给对方完整的调整方案。会议结束后，一位刚入职不久的女生追上我，小声问：“乔姐，您不怕他们不高兴吗？”我笑了笑，把事情做好，比让所有人一时高兴更重要。她似懂非懂的点头，随后也回到了工位。项目最终顺利通过验收。庆功那天，负责人当众宣布我进入技术总监培养序列。掌声响起时，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人群外举着手机的妈妈和站在她身边的贺明。他们没有替我获得任何荣誉，却一直在我回头时给我最踏实的目光。回家的路上，贺明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把这边的项目做好，等合约结束，我们一起回国。回去以后也要记得好好生活。我回过头，认真点头。这一次，我拥有的未来不再建立在任何人的承诺上，它由我亲手铺开，也有人愿意与我并肩同行。合约结束前1个月，公司为我办了一场小型的项目复盘会。散会后，负责人把一份回国任命书递到我手里。总部技术总监的位置已经空出来了，你在这3年的成绩足够让所有人认可。我接过那份文件，指尖微微发热。3年前，我接受外派时，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在逃，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逃离谁，我是去找回那个曾经被我搁置的自己。晚上，贺明带着妈妈到海边等我。爱尔兰的海风有些凉，妈妈披着外套，远远朝我招手。贺明站在她身边，手里拿着3杯热巧克力。乔总监，恭喜！我接过杯子，故意挑眉。这次可以这么叫了。他笑着点头。乔总监，回国以后工作会不会很忙？我认真想了想，会，可能比以前还忙。妈妈在旁边叹气，忙归忙，日子还是要好好过。放心，这次我会记得。过去的我总以为人生只能在爱情和事业里选一个，可现在我明白，真正合适的人不会让我放弃自己的路，而我也终于有底气，在任何选择面前先问自己想要什么。海浪一遍遍拍着礁石，我站在爱尔兰的晚风里，望向远处的灯火，忽然期待起回国后的每一天。3年后，我外派回国，同行的还有妈妈和贺明。再次回到这座城市，我没有伤心，只有对未来的向往。在公司做完交接后，我成功晋升技术总监，老板还为我专门准备了接风宴。宴会上，我从同事口中再次听到了楚怀安的消息。他从爱尔兰回来后，因为随意旷工，手上几个大项目全部黄了。公司展开股东会议，直接罢免了他的职务。楚父对他失望至极，对外宣称跟他断绝关系，着力培养下一个继承人。而江莹莹失去楚怀安的支持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四处碰壁，她不愿认真面对自己的选择，日子也越过越混乱。许是命运的巧合，兜兜转转，两人竟然又走到了一起，还结了婚。只不过没有了昔日的金钱权势，他们的关系只剩下一地鸡毛。楚怀安嫌弃江莹莹不愿承担生活责任，江莹莹也嫌弃楚怀安失忆后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不久前，江莹莹离开这座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楚怀安则长期躲在出租屋里消沉。说到这里，同事有些庆幸地看了眼我。依依，幸好你早走了。我笑着点点头，端起果汁，轻轻抿了一口。是啊，幸好我早就挣脱了牢笼，那笼子如今关着别人了，而我的路正越走越宽。